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4号，伦敦金4060美元。最近一个月的横盘，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经典问题的面前：恒久必涨还是恒久必跌？我们也看到了众多自媒体大 V 开始失去信心，频繁出现下跌、跳水、崩盘的焦虑言论。8月份黄金市场会迎来转机吗？当很多人都在恐慌性抛售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是今年低成本建仓难得的市场窗口期？这期视频我们将给8月黄金的走势确定一个基调，短期内的金价不仅不会深跌，反而正处于一场技术性反转的爆发前夜，这绝非无脑唱多。在接下来的视频内容里，我将带你看穿华尔街的底层逻辑，揭穿美联储主席沃什借力打力的阳谋，深度剖析日本央行即将引爆的金融核弹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让我们跳出短期的湍流，在大周期层面去发现真相。最近的短线经常被两头挨打，来回扫损。但是在月线级别上，从3月份开始的这一轮下跌，在历经半年的时间后，已经走到了尾声。从历史数据看，8月份历来是大家开始买黄金首饰、囤实物金的消费旺季，也是金价大概率走强的高胜率季节性窗口。但是真正让我坚定看多的是日线级别的极度超卖状态。金融统计学里有一个最核心的概念：均值回归。用最接地气的话来说，布林带就像一根包裹着价格的巨型橡皮筋，95.4%的时间里，价格都只能在这根橡皮筋内部震荡。从3月份金价日线跌破布林带中轨开始，金价在4月、5月和7月分别做了3次突破中轨的努力，而现在正在中轨附近的纠缠是第4次。俗话说事不过三，这次能站上中轨，走出一波变盘吗？所以如果金价能顺利突破中轨，上方的阻力将被瞬间打穿。盈亏同源，如果持续压制的趋势被打破，必然伴随剧烈的均值回归，这就是我们从技术面上看到的短多机会。如果你们想给这个变盘一个时间窗口，今晚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拐点。这两天的盘面走得非常焦灼，小时线的布林带呈现出了一种极度收口的挤压状态，特别是结合投资市场的月初效应，这种月初的资金往往异常凶猛。所以恒久必涨还是恒久必跌？我们上次的情况是趋势向上，多次冲击不能高位突破。现在是向下探底，多次回落都震荡反弹。这一次我们更倾向恒久必涨。从8月份来看，技术面已经搭好了完美的短多戏台，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基本面的引爆点。第一个可能的爆点是美国的7月非农就业报告。6月份的非农，市场主流预期新增11万人，我们认为不可能，肯定会超预期。结果最终数据5.7万人，给我们来了个反向超预期。如果7月的非农数据继续爆冷，整个市场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最后幻想将被彻底击碎。美联储主席在7月末的议息会议上已经做好了铺垫，这个月华尔街将不再相信加息叙事，而是会用真金白银去倒逼9月份美联储的降息预期。我们认为8月底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是沃什图穷比见的最终时刻，他将会以疲软的就业数据为借口，名正言顺地释放9月大幅降息的信号。实际上，在我们黄金情报局看来，美联储的降息预期早就明牌了，让我们更看关注的是来自地缘风险的东亚惊雷。不管是日本央行的加息，还是15年来美日首次联手干预外汇市场，全球资金正在重新洗牌，经济只是前瞻指引。随着日本不断的疯狂渲染危机时代，大搞军备扩张，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警报拉到了最高级别。昨天很多人都没看懂，为什么美国要强行让日元套利模型脱钩？因为美国早已经放弃了日本。为什么黄金本该下跌却始终横盘？因为华尔街正在计价来自东亚的地缘风险。在这个8月，我们要如何跟随趋势，踩准自己的节奏？首先，我们一直认为，在现阶段搭建金字塔型的仓位矩阵是可行的举措，不管涨跌，我们都可以从容面对，进退自如。其次，要特别注意数据行情发布前后的插针，大部分情况下观望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最后，不需要去提前赌方向，这不是简单的反弹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这是一波以月为级别的震荡向上行情，有足够的容错空间让你做出决定。朋友们，展望整个8月的黄金走势，技术面超卖引发反抽，叠加非农引爆，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降息预期，再加上日本引爆的全球避险海啸，这场完美的宏观与技术共振，已经把黄金多头的弓弦拉到了最满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跟随趋势。我们是黄金情报局，我们只讲真相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下期视频再见。